这位公子伤势太重，失血过多，好在身体强壮，若是今晚稍能退下来，应该就没有大碍了。多谢大夫了。阿楚快走！阿楚快走！快跑！快走！原来他一直把我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。好了，好了。愿月光融化黑夜，再明亮一些，能让你我心中荒唐的梦不必凋谢。满城的执念堆叠，滋长着幻觉。我竟掌心的痛与你相拥，不问离别。我要奔向荒芜的旷野，逃出人海投影的长夜，要逐月光去你身边，无论阴晴无畏圆缺。我要穿过人间的风雪，拨开浓云就一寸明月。阿楚，要孤注一掷的誓言，成你我不渝的约。如果我们不是亲生兄妹，那该多好！我骗你了，所有人。哥哥，你要做什么？阿楚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。你慢慢收拾，我先去找点吃的。这次的幕后主使是谁啊？是谁这么大胆，居然敢行刺麒麟群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非三殿下莫属。三殿下？阿楚，我早就怀疑当年爹的死是三殿下所为。此番来江陵也是为了查找证据，揭穿他的真面目。如今敌暗我明，你千万小心，最好不要再与他接触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前面好热闹，他们在做什么？应该是在庆祝花神节。传说得到花神祝福的情侣可以有结同心，白头到老。两位相貌如此出众，想必也是来祈求花神祝福的吧？你问问，我们是？没错。
我们是来自外地的新婚夫妻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认识一个？来！夫人，怎么样？奴婢仔细查问过了，大爷这次去江陵的确是为了公务，但是没说什么时候回来。真的不是私奔。夫人不必过于忧心，大爷做事一向有分寸，绝不会乱来。可是，一涉及到李楚楚的事，他就像疯了一样，不管不顾了。阿楚，白日令你为何要说谎？我们根本就不是夫妻，也做不成夫妻。哥哥怎么知道我们做不成夫妻？坠入一段传闻，你可知惊扰了我们并非亲兄长梦，本是一粒爱尘，沾染了阿楚，赤尘。你说什么？我的亲生母亲是林老国公的原配夫人，我出生以后便被姨娘收养。她为了能让我在将军府立名，将这个秘密藏了18年。阿楚，你为何不早点告诉我？我也是前些日子刚知道。况且，最近又那么多事。阿楚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如果我是在做梦的话，我永远也不想醒过来。愿月光融化黑夜，再明亮一些，能让你我心中荒唐的梦不必凋谢。满城的执念堆叠，滋长着幻觉。我竟掌心的痛，与你相拥，不问离别。我要奔向荒芜的旷野，逃出人海投影的长夜。况且这个梦，要逐月光去你在我及笄里的时候，哥哥不就已经做过了？阿楚在说什么？那天的事情，你一点都不记得了。要孤注一掷的誓言，阿楚，成你我不语。哥哥，哥哥明日就要出征，今天怎么会有空来看阿楚？阿楚在吉吉里，哥哥就算是再忙也会来的。你喝酒了？今日吉吉里家中客人比较多，所以就多喝了几杯。就传承情节，直到同心凝这位姑娘中的是勾栏里最烈的情药，有致幻的作用。若不能及时行房，将体内的热度去除，
恐怕性命难保啊！除了刑罚，还有别的办法能救他？有个办法倒是可以一试。阿楚，你醒醒！我要穿过人间的风雪，拨开浓云就一寸明月，要孤注一掷的誓言，成你我不渝。看月。原来收工伤是因为中了药才会消失，你是错。阿楚现在可以告诉哥哥，为什么非要执意来江陵了？我来江陵是为了找一个人，谁？这个人也许和我生母有关，我只知他姓何，50几岁，安平郡人，在这附近做药材生意。线索太少了。江陵虽小，但是这样找人，无异于是大海捞针。阿楚明白，但是只要有一线生机，阿楚就不会放弃。我帮你。哥哥，阿楚，我找到那个姓何的了，但是他不是什么药材商人，而是采药人。采药人。有人在吗？你们找谁啊？这位姑娘看着好生面熟，咱们在哪儿见过吗？冒昧前来打扰，我想问一下，您是否认识18年前何家的3姑娘？好，你究竟是谁啊？我是她的女儿，楚楚。可错不了，看你这眼睛，跟你娘长得简直是一模一样。孩子，我是你的亲舅舅呀。舅舅？那你可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乔娘子那个毒妇，仗着你父亲对她的宠爱，买通了稳婆，杀死了你的母亲。可如今国公府权势滔天，仅凭您的一面之词，定不了乔娘子的罪。舅舅，您可有证据？楚楚，进来祭拜一下你的母亲吧。惊扰了一场梦，本是一粒爱尘，沾染了赤诚。哥哥，若浮生的欢战，我想先回安平去。风如年轮，执念苏醒于第4一吻。阿楚，国公府树大根深，乔娘子有心狠手辣，你孤身一人回去斗不过他们的。这个是我为你准备的新身份，只要你愿意，随时可以放下恩怨是非，开始自由自在的新生活。阿楚多谢哥哥替阿楚考虑周全，可是生母的仇若是不报，我自己独自苟且偷生，那这一辈子阿楚都不会安心的。忘却所有斑驳岁月残忍。既然阿楚心意已决，我也无话可说。只是能否再多留一日？为何？今日是4月初8，阿楚的生日。
阿楚，这是我第一次做面，也不知道味道如何。来，你快尝尝。阿楚，这是以防万一嘛。阿楚知道，哥哥必定不会轻易放我独自回去冒险。看来阿楚还是不够了解我。哥哥不要生阿楚气，好不好？看在今日是阿楚的生辰份上。傻瓜，哥哥怎么会生阿楚的气呢？哥哥不生气就好。我走了以后，你要好好的，不可以再受伤。将军，都安排好了吗？他们会全力保护二姑娘的安全。三殿下那边好像已经知道您还活着。无妨，我们就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，在江陵体察民情。眼下敌在暗，我们在明，我就不信揪不住他的狐狸尾巴。废物！居然让李枕给耍了！属下无能，请殿下恕罪。算了，这李枕既然能爬到麒麟将军的位置，又深得太子的信任，必然是有其过人之处。是我小看他了。那5天后和那边的谈判怎么办？给我严密监视李枕，有情况立刻汇报。是。这是哪家姑娘？打算做什么呀？这是看着像是婚嫁，会这样不成体统的？婚嫁也不用这样。这是李府的二姑娘来国公府提亲呢。李府？哪个李府？没见那箱子上的麒麟图样啊！在整个安平，还有哪个人敢有？这是李将军家。女子提亲，这岂不乱了礼法？是，哪有女子提亲的道理？李府要提亲，开门！开门！开门啊！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夫人，将军府李楚楚前来提亲。二姑娘，这是闹的哪一出啊？哪有一个在闺阁中的女儿替人上门求亲的？夫人误会了，楚楚不是替人求亲，而是亲自上门求嫁小公爷。你说什么？李楚楚求嫁小公爷林安生。哎呦，这不知羞。楚楚姑娘，你是不是病了在说胡话？快随我进去坐着歇歇。多谢林姑娘关心，楚楚身体好得很。李楚楚，就凭你一个庶女，也配在此发疯？齐妈妈在，叫人把她和这群看热闹的人都给我轰走。是，婚书在此，莫不是国公府出尔反尔，想要悔婚？不可能，这婚书肯定是假的。是真是假，叫小姑爷出来一问便知。我已经签字画押了，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？就算是真，也是你使了什么狐媚的手段诓骗而来的吧？不能作数。楚楚姑娘并没有说谎，这婚书确实是我亲手交给她的。住口！婚姻大事乃是父母之命，
岂能儿戏？夫人此言差矣，这明明是先有婚书，后又在众父老面前禀明了你，桩桩件件皆合礼数，怎能说是儿戏呢？母亲，儿子与楚楚姑娘两情相悦，望母亲成全。就是，明明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岂能棒打鸳鸯？堂堂国公府竟然言而无信，欺负人家一个未出阁的小姑娘，国公府太过分了！国公府欺负人！欺负人！欺负人！个诡计多端的小贱人，他千方百计逼我答应婚事，究竟想干什么？母亲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难道由着他们在这里闹下去吗？夫人先答应下来也无妨，把今日这一茬先过去。既然婚书为真，那我们国公府就认下这桩婚事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楚楚与小公爷情深意笃，既然这婚事定下来了，那就赶早不赶迟。这10日后便是个难得的好日子。厉楚楚，不要得寸进尺，事缓则圆。母亲，儿子求母亲成全。好，如你所愿，10日后成婚。小公爷，楚楚终于能够嫁你，希望你莫要怪我今日的鲁莽。楚楚，都是我无能，你才会这样，我岂会怪你？那10日后见。岂有此理！厉楚楚这个贱人，居然敢胁迫我！安哥跟他的关系绝不能成亲，这是要遭天谴的。夫人无需动怒，这婚礼能不能顺利办成还是一回事。即使顺利办完了，能不能顺利圆房，还不是我们说了算。到时候人来了国公府，由得夫人捏圆搓扁，有的是办法让他消失。你说的及时，有这个命进国公府，那也得有这个命承受才是。阿楚要和林安生成婚。将军，3殿下那边有动静了，似乎要去风月山庄见面。哥哥，阿楚的计划就快要成功了。姨娘，姨娘可是有什么事？你真的要嫁给那个林小公爷啊？我意已决。可你们2个是亲兄妹呀，这成亲可是要遭天打雷劈的呀！更何况这大爷还不在府里，你若是一意孤行的话，只要是……姨娘放心，我有分寸。那好吧，可是这事儿恐怕夫人是不会同意的。姨娘错了，只怕她巴不得。李楚楚想要嫁人，随她去吧，千万不要让人阻挠。这个祸害早打发早好，只要能和整个断干净，想攀谁的高枝，由着他去。是，母亲。哥哥，你不是要在江陵多待一段时间吗？怎么？二妹妹出嫁怎么不跟哥哥说一声啊？按规矩，哥哥应该背你上轿的。
你该下去了。阿楚，你现在还有反悔的时间。哥哥多虑了。我既然决定了，就绝不后悔。要是万一，没有万一。我筹谋了这么久，既不可能，也绝对不允许他功亏一篑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要你回来，不是让你再把自己送出去。哥哥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哥哥，你放心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你快走。哥哥，等今日之事结束，我会去好好补偿你，好吗？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我可怜的妹妹啊！你死得好惨呐、死得好冤啊！我可怜的妹妹、啊，胆敢在我国公府的婚礼上捣乱！我妹妹是老国公明媒正娶的妻子，被国公府的人害死了。我今日来就是要为她讨一个公道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妈。夫人，今日是舍妹与贵公子婚事，我理应避嫌，但我身为麒麟将军，理应让治下百姓冤屈可诉。抬进来！我妹妹的棺木就在这，将军可以当场开棺查验，真相自然大白。不行，今日是我儿大喜之日，怎能触这种霉头？李将军虽然驻守安平郡，但是死类事务并不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，你如此横插一杠，莫非是有其他的目的？民间冤案自然由我郡守做主。夫人，人命大于天，这位老汉口口声声地说是冤案，我认为还是查清楚的好，以免污了你们国公府的名声。赵郡守，不要听信这个无赖的话，他就是故意来捣乱的。
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打出去！老人家，你可要想清楚，若是开棺验尸查不出什么，那你今日乱闯国公府婚宴，可就是寻衅滋事的大罪。若真是我错了，我愿意承受罪责。够了，你们几个一唱一和的，莫不是早就串通好了，要让我们国公府难堪？夫人，今日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若此事传出去，圣上怪罪，恐怕国公府难辞其咎吧。那就等圣旨下来再说。母亲，既然咱们问心无愧，就算开棺验尸也无妨。开棺吧！我妹妹临死之前，将这枚戒指吞入腹中，肯定是想指认凶手。这倒无妨，我们国公府有账册，什么时候是谁的，都能查得到。这戒指是我们娘子赏给老奴的，齐妈妈。都是老奴的错，老奴恼恨前主母欺压我们娘子，所以才向她下了毒手。没想到这么多年，你们居然又找上了。好啊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这条命我还给他。齐妈妈！你们查也查了，凶手也找到了，早日让他入土为安吧。齐妈妈虽已认罪，但她仍是国公府的老人，若是不将这件事查清楚，恐怕会惹怒非议。我心得断，做得正，不怕别人讲。夫人是不怕别人讲，还是心虚不敢验？于晨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在说我的母亲是凶手，对吗？小公爷，我哥哥也是怕阿楚所嫁非人，一时情结。既然夫人是清白的，那自然也不怕这。这是什么？我在尸体的盆骨处发现了这3根贯穿的银针，这些银针造成了夫人血崩，导致生产时血液流干而死。若我没看错的话，这是信陵乔家的千羽银针，传女不传男。这一辈会此技艺的，只有夫人你吧？胡说！我们乔家的千羽银针向来是用来救人的，怎么可能用来害人？这不是我们乔家的东西。这银针上有标记，想证实还是很容易的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家的银针曾被人偷去了。原来是你！你要还我妹妹的命！你要还我妹妹的命啊！原来是你！你要还我妹妹的命啊！楚楚，我杀了你！
人，把人带走！郡守大人，您可是亲眼目睹给我悲惨的妹妹做主啊！郡守大人，郡守大人！母亲，我终于为你报仇了。国公府那边怎么样了？真成亲了？听说拜堂途中出了点事儿，闹到郡守衙门去了。啊，你继续去打探。是。凌小公爷，看来今日婚礼不宜再进行下去，我先带二妹妹回去。我们走。且慢，李将军，楚楚姑娘已经是我的妻子了，你不能带走她。婚礼上出了如此丑，还惊动了官府，我不能再让我二妹妹陷入如此漩涡之中。这件事我一定会给楚楚姑娘一个交代，你相信我。小公爷既如此说，那便把国公府的烂摊子都处理好了，再亲自向我二妹妹道歉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姨娘，姨娘，怎么样了？大爷带着二姑娘往家赶呢。那就是说这事儿没成？嗯。谢天谢地，谢菩萨保佑。这楚楚可是老国公的女儿，要是真的和林小公爷成了亲的话，这可是要遭天打雷劈的呀！哎呀，幸好没成，幸好没成。李楚楚是正儿八经的国公府嫡长女，这么说，这个家就只有我是庶女，只有我最卑微、最低贱。有什么好事都是李楚楚的，凭什么？乔娘子被逼到那种地步，都没有说出真相，恐怕是想保住一双儿女之后的父，不让你认祖归宗。这嫡女的身份，阿楚根本就不在乎，送那么好。阿楚，你还记得方才你说过要好好补偿我的？那阿楚亲自服侍哥哥，哥哥可喜欢？喜欢。只是阿楚今日穿着嫁衣，总不好没有洞房花烛夜了。你到底喝不喝？愿月光融化黑夜，再明亮一些，能让你我心中荒唐的梦不必凋谢。满城的陈年堆叠，要想洞房花烛，滋长着幻觉。我紧掌心的痛，等会儿我与你相拥，无问离别。我要奔向荒芜的旷野，你愿意嫁给我？逃出人海投影的长夜，要祝月光去你身边。那3日后母亲的生辰宴，我找机会把这个事情告诉他老人家。我要穿过人间的他公公不会答应。放心，一切有我的。等父亲冤案平反之后，我就带你去一个无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做一对平凡的夫妻。
夫人，您总算回来了。在外面遇到了文渊侯夫人，拉着我聊了半日。怎么了？这个贱人，我就知道他不会放过枕哥。不行，若现在过去，枕哥一定会愈发为祸那个贱人。若是闹僵了，反而没有回旋的余地。不能再任由他们俩胡闹下去了。嫡兄庶妹私通，若是传到当今圣上的耳朵里，不仅枕哥前途不保，将军府所有人都会沦为笑柄。夫人说的何尝不是？只是依奴婢看，这丫头如今可是狡猾的很，又有大爷在背后撑腰，越发不好对付了。为了预防枕哥儿与我母子离心，此时最好是借刀杀人，一击致命。哥哥怎么还要先行喝酒？赶紧想想办法，将母亲从牢里救出来啊！此案已经是板上钉钉，神仙难救，你我又何必再费心机？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怎么又回来了？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自然是来找你合作的。芊芊，今儿可是夫人的大日子，你平日里去她那儿倒也勤快，今日怎么磨磨蹭蹭的？你还不快？姨娘，等开宴前去不就行了吗？这不显得生分了吗？姨娘，你要是着急，你就自己先去吧。啊，你这孩子家是怎么了你？算了，我还是去趟厨房看着点吧，免得到时候出什么差错，夫人又生气。母亲，女儿亲绣了这松鹤延年屏风，恭祝母亲日月昌明，松鹤长寿。三姑娘有心了。女儿为母亲准备的七宝羹应该也好了，这就去为母亲端来。只要解决了李楚楚，我就把你正式过继到名下，以后你就是将军府嫡女，亲事还不是由得你挑。女儿祝母亲长寿长健，晚景如春。这七宝羹熬起来费时费力，也是难为你想着。等等，夫人。二姑娘一片孝心，姨娘莫名阻挠，难道是对我这当家主母有所不满？啊，不，妾身不敢。那还不退下！姨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莫非是这羹有什么问题？等等，如果这汤真的有问题，那到时候被指控的人肯定就是我。今天是母亲的好日子，姨娘
可不要昏了头。快把二姐姐放开！将军，这是风府将给您的信。属下已经查到三殿下和敌国奸细秘密会面，正搜集证据，不日便会有所进展。李将军，大胆，竟敢擅闯军营！李将军，有人状告你结党营私、贪污受贿，皇上龙颜震怒，命大理寺严查。皇上的意思是，在事情查清楚之前，军中的事务你暂时就不要再管了，回家休养一阵子吧。是皇上的意思，还是三殿下的意思？李枕，有些人你得罪不起，还是识时务的好。小公爷还是操心好自己家的事情，别把手伸太长，小心引火烧身。你，还有，你和阿楚尚未礼成，你们的婚事不作数。夫人恕罪，妾身久病缠身，好久没喝过这么好喝的汤了，一时嘴馋。既然久病缠身，那就回房歇着吧。多谢夫人。我去送送姨娘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了李楚楚，你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吗？我不光是为了楚楚，我还是为了你呀。姐姐，不要一错再错，你们两个都是我的爱。你住口！只有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只有我才是你这个姨娘生的下贱庶女，所以我才会处处被人欺负，这些都是你的错。李芊芊，你还是个人吗？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？我再不开也比你强。李楚楚，你就是个不要脸的祸害，勾引自己的哥哥，现在还害了姨娘。我恨你，我恨你们！谢谢，谢谢姨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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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！来人啊！快去请大夫！姨娘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孩子，你妹妹年纪小，不懂事，你原谅她。姨娘先别说这些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你等我去找大夫，你等我。姨娘，从来没有求过你什么，你就看在我养了你18年的份上，才给你妹妹一个机会。好，我都答应了，只要你活着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。
姨娘，姨娘，姨娘，姨娘！月光融化黑夜，再明亮一些，能让你我心中荒唐的梦不必凋谢，满城的执念堆叠，滋长着幻觉。我竟掌心的痛与你相拥，不问离别。我要奔向荒芜的旷野，逃出人海投影的长夜，要逐月光去你身边，无论阴晴无畏圆缺。我要穿过人间的风雪，拨开浓云就一寸明月，要孤注一掷的誓言，承你人死不能复生，还是先让人把张姨娘安葬了吧。出去！阿春，我让你出去！阿楚，阿楚！姑娘，您别太难过了，奴婢伺候您换校服，去给姨娘守灵吧。守灵？他都没有我这个女儿了，我为什么要给他披麻戴孝？姑娘，您是中邪了吗？姨娘她就是个丑，他就是个蠢货！不好了，三姑娘鬼上身了！哥哥，我没有娘了。阿楚别怕，哥哥会替姨娘好好保护你。我一直以为姨娘偏心倩倩，不怎么疼我，虽然嘴上不说，可是心里却一直藏着怨恨。直到她死了，我才明白，她早就把我当成了亲生女儿。阿楚，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。对你来说，姨娘不仅仅是恩人，更是真正意义上的母亲。姨娘是中毒而死，三妹妹下药是为了陷害我，但是她胆子不可能这么大，这背后一定有其他人。这件事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，为姨娘报仇。好，
需要我做什么，直接告诉我就好。不管查到谁身上，哥哥都会替我做主吗？当然。那如果查到母亲身上呢？真是可恨！明明就差一步就能把那个李楚楚置于死地，姨娘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偏偏要插一杠子。夫人息怒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好歹死了一个您看不惯的，也不算收获全无啊。现在已经打草惊蛇，以后要是再想动手，难上加难。一定要把咱们事先准备好的解药处理干净。是。母亲，您睡了吧？振哥儿，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？家中出了人命案，儿子想问问母亲，打算如何处置？唉，姨娘久病成疾，撒手人寰，实在是可怜。母亲想为她多念几遍亡魂咒，超度一下。姨娘不是因病而死，而是中了剧毒。有这样的事？平姑姑，那可要好好查一下，一定要查得仔细些，别让歹人钻了空子。是。振哥儿，你这是何意？母亲，阿楚并非是父亲的亲生女儿，我已经决定娶她为妻。什么？不是亲生女儿？就算不是亲兄妹，那也是名义上的嫡兄庶妹。这件事如果传出去，将军府是要被人家戳破脊梁骨的，我绝不能答应。儿子来不是来征求母亲的意见的，而是最近朝中出了些事情，儿子已经被停了职。若是再出什么乱子，被人抓住把柄做了文章，恐怕再难翻身了。逆子，你这个逆子，竟然敢来威胁你的母亲！母亲不是说过吗？整个将军府的前程都系在儿子身上，那就别再逼儿子做出不孝之事了。姑娘，你好歹吃点东西吧，这样下去身体会撑不住的。事情查得怎么样？三姑娘已经被关进柴房，等待发落。看来夫人是铁了心要让她背这个锅。我早该猜到。你找人跟踪平姑姑，然后将军，三殿下已经从江陵返回安平郡，诬陷您结党营私的事儿，一定是他在背后搞的鬼。他既然出手，就说明着急了。越是着急，留下的把柄就越多，对咱们也就越有利。可您已经被罢了官，咱们手上的证据也不足以指证他通敌谋逆之罪。万一三殿下趁此机会将我们将军府连根拔起，那……你亲自去一趟京城，务必把这个交给太子定下。是，
阿楚，哥哥，你上次说会帮阿楚做主，这话还算数吗？振哥，今日将我和各位族老叫到祠堂，不知有何事？各位族老，我姨娘无辜惨死，是有人蓄意下毒。这是吉祥药铺的账册，上面赫然登记了3天前去买药的人，是母亲身边的平姑姑。平姑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夫人，冤枉啊！夫人，当时奴婢正好有事要出门，三姑娘说你让身子不爽利，托奴婢给她带几味药材。奴婢年纪大了，又不通药理，哪里就知道那几味药材加起来能要了人命啊！平姑姑，你可是母亲身边最得力的人，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听从三妹妹的驱使？二姑娘这是何意？不会是怀疑到我这个当家主母头上吧？楚楚不敢，只是人命关天，若是让杀人凶手逍遥法外，姨娘的在天之灵恐难以名誉。大胆！来人，给我掌嘴！母亲息怒，二妹妹伤心过，难免失了分寸，不如将三妹妹叫上，与平姑姑当面对质。把三姑娘带上来。三姑娘，是不是你拜托平姑姑去吉祥药铺买药，又错给姨娘服下，导致她中毒而亡？你若想活命，就只能认了误杀之罪，否则很快就会被送去和你姨娘团聚。三姑娘，夫人的话你听清楚了吗？速速回答。李芊芊，你疯了吗？是我搞错了药方，害死了姨娘，求母亲和族老们惩罚。三姑娘到底是年纪小不懂事，求各位族老们从轻发落吧。既如此，就将三姑娘送到乡下田庄思过，永远不再回府。大家都散了吧。不是这样的，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这都只是他们的一面之词。等等，你们不能走，我要去报官，让衙门的人来查个清楚。阿楚，不能去，此事不能再闹大。可是，你也相信他们说的，绝对是我在无理取闹吗？我李楚楚发誓，我绝对不会让姨娘白死。这二姑娘被你惯的可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，再这么下去，迟早会酿成大祸的。真相究竟如何，恐怕只有母亲心里最清楚。您好自为之。你。李芊芊，这是姨娘给你传的嫁妆，你一并带走吧。李芊芊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
姨娘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他做的最错的事情，就是收养了你。李楚楚，风水轮流转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你就别想有好日子过。对不起，姨娘，是楚楚没用。你来干什么？阿楚，你听我解释。还有什么可解释的？哥哥口口声声说支持我替姨娘报仇，结果却站在了杀人凶手那一边。我早就该想到，哥哥只会把将军府的门楣放在第一位，至于其他的，都是随时可以牺牲的。阿楚，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但是现在情非得已，要以大局为重。大局？那如果哪天我危及到了哥哥所谓的大局，那哥哥是不是也会毫不犹豫地放弃阿楚？阿楚，我们之间一起经历了这么多，还在祖宗面前许下誓言，难道阿楚竟从未真正的信任过我吗？那哥哥会亲手将自己的母亲送进衙门大牢吗？埋葬了一生，还未偿还的恨，又刻骨一寸。哥哥，请回吧。若从未有情深，别打扰我替姨娘守灵。叩响我心门，回眸时错过最初的人。可念君心纷纷入梦，无人童真。忘却所有斑驳岁月残忍，忘我百岁另一场雪，转身奔赴来生。若有幸与你白首，命运信守这一诺几分。姑娘，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，还是找个大夫来看看吧。没事，我就是最近忙姨娘的丧事，有点累。姑娘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您这个月的癸水好像一直没来。殿下。殿下，现在国公府虽然是安生做主，但毕竟名不正言不顺，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，让我早点西决？急什么？上次你母亲的案子惊动了父皇，能保住你世子之位已经不错了，别做多余的事，从长计议吧。是，多谢殿下提点。殿下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殿下，出什么事了？太子罢免了好几个朝中我的人，还上书力保离朕。他现在不仅官复原职，还多了2个州的兵权。是。启禀殿下，麒麟将军离朕求见。
大夫怎么样？是息脉。这位夫人患了大概有1个月的身孕，只是什么？脉象虚浮，有滑胎之象，孩子十有8九是保不住了。见过三殿下。将军无需多礼。本王正想亲自登门恭喜将军官复原职，你倒是先来了。末将正好有一事，也想当面请教一下殿下。将军尽管讲，本王定是知无不言。小公爷无需回避，因为此事也与国公府有关。3年前江陵一战，布防突离奇泄露，导致我父枉死，应该是殿下指使老国公所为吧？将军可有证据？没有。来人，拿下！大夫，此事请您务必保密，拜托了。明白。哎呀！你说什么？李楚楚怀孕了？千真万确，奴婢亲眼看到明月那丫头鬼鬼祟祟，所以多留了个心眼儿。这个刚刚官复原职，偏偏又生出这般势头，这如何是好？夫人，您可千万要挺住啊！这孩子留不得。母亲，您怎么来了？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。今天你就算是死，这个孩子也留不得。我不喝，这可由不得你。喂，喝药。住手！母亲，这是何意？哥哥，救救我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！孩子？阿楚，你说什么？肚子里有孩子？好疼，我好疼，我们的孩子可能保不住。真哥儿，你也不要怪我，母亲都是为了你好，这个孩子留不得。为什么留不得？孩子若是生下来，外边的人如何看你？你的前程还要不要了？前程，在你眼里只有我的前程，将军府的前程。你心里明知我和阿楚并非亲兄妹，又两情相悦，这孩子为什么留不得？你不喜他，并要对他赶尽杀绝。可你曾想过半点，他腹中的孩子也是我的血中血、骨中骨。这个孩子就是一个祸害，他是将军府的耻辱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就容不得他。来人，送夫人回房休息。没有我的允许，
不准出房门一步！干什么？真哥，我可是你亲娘，放开我！至于这个恶奴才，拖出去重打20大板，赶出将军府！大爷，大爷饶命啊！大爷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二楚，明月，快去请大夫，快！是。二楚，你醒醒！放开我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放开我！我家法处置了你们！我是将军府主母，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来人呐！不会的，真哥不会那么对我的。我生他养他，是他亲娘，我把他看成是我的骄傲。可是我，真哥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是舍不得为娘的，你是来放我出去的，对不对？都是李楚楚那个贱人勾搭了你，我要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母亲，事到如今，你竟还不知错误？你说什么？你把阿楚养成扬州瘦马，让他陪客，折辱他，甚至还想杀了他，更别说你还害死了张姨娘。住口！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为了将军府，我有什么错？别再找借口了！你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为了你自己的虚荣和面子。倘若你有一丝一毫是为了我，你就不会再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。过2日我会派人送母亲去家庙礼佛，以后将军府的所有事都不准再插手。阿楚，今日你可满意了？哥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今日你筹划了很久吧？特意把我叫回来，特意让我看到母亲逼你的这一幕。我不明白，哥哥在说什么。如果你真的想要这个孩子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就非要选择今日母亲动手之前吗？阿楚，你真的好狠的心，为了复仇，连自己的孩子都要杀。这个孩子本就不该存在，所以你就一直都在骗我。你究竟对我有没有过真心？哪怕只有一点。
只有心在这个家是活不下去的。哥哥就当阿楚，没有心。原来从始至终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。坠入一段传闻，惊扰了一场梦。本是一粒爱尘，沾染了痴尘。若浮生的幻阵，风如年轮，执念苏醒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姑娘都要顾惜着自个儿的身子。这才小月子，哭成这样，落下病根，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儿。还未偿还的恨，做决定离我这个孩子近，若从未有情我和哥哥就回不到过去了。叩响我心门，回眸时错过最初的人。可念君心纷纷入梦，无人童真。忘却所有斑驳岁月残忍，忘我百岁另一场雪，转身奔赴来生。若有幸与你白首，命运亲手这一诺几分。只有心在这个家是活不下去的。哥哥就当阿楚，没有心。草枯从未有痕，埋葬了一生。还未偿还的恨，我对你一家绝情，在你呀，若从未有情深，叩响我心门，回眸时错过最初的人。可念君心纷纷入梦，无人童真。忘却所有斑驳岁月残忍。姑娘养了这几日，脸色好了许多。可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听说夫人病了，这才关了几日就病了。到底是大爷的亲娘，护卫不敢大意，已让人到军营中报告大爷了。既然母亲病了，那我这个做女儿的也该去关心关心。母亲如此有力气，可不像是生病的样子。早日死！当年我就应该把你掐死。这扬州瘦马调教出来就是用来勾引男人的。你的亲生儿子会被我勾引，栽在我手上，这不是很正常？你意外什么？贱人！这一巴掌是替我姨娘打的，这一巴掌是替我自己打的。这些年你做了这么多恶，却曾我有过一丝后悔怜悯之心。这些罪是你念多少佛也数不清的，你就等着下18层地狱吧。
愿月光融化黑夜，再明亮一些，能让你我心中荒唐的梦不必凋谢。满城的陈年堆叠，滋长着幻觉。我竟掌心的痛与你相拥。大爷，大爷，林小公也来了，让他去前厅等着，我稍后过去。是。李将军，林小公夜拨冗前来，不知何事。我来接新婚妻子回府。不行，我早就告诉过你们这桩婚事不作数。姑娘，林小公爷来了，说要接姑娘回国公府。今日我林安生接不到人，誓不罢休。小公爷还是请回吧。往日种种都是我的错，你我二人是注定做不成夫妻的。为什么？难道你以前对我的情谊都是假的吗？李楚楚，你不会真的以为能把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中吧？到现在了，你还是连一个理由都不肯给我，你真当我是傻子吗？小公爷见谅，我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什么苦衷？你是我亲妹妹的苦衷吗？这么明显，我以前竟然没有看出来。李楚楚，你怎么那么喜欢勾搭自己的哥哥呀？亲哥哥如我要勾搭，野哥哥似李枕也要勾搭，你就那么喜欢？乱伦吗？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以为你们两个的关系滴水不漏，没有人发现吗？我告诉你，不把李楚楚交给我，我就把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给爆出来，看你们以后在安平郡还怎么做人。威胁我？这件事闹到最后，就算我麒麟将军不做，也不会让你们国公府好过。好啊，好啊，那咱们就看看这世间的公道到底站在哪一边。小公爷，这件事你不用管了，我来处理。大爷，二小姐，不好了，李小公爷在门口闹起来了。这样肮脏的地方，根本就配不上御赐的字。来人，给我把匾额摘下来！住手！给我闪开！林安生，你就只会这些下作的手段吗？下作？堂堂麒麟大将军和自己的庶妹苟合，难道就不下作？还需要我用更高明的手段来对付你们吗？
配吗？有什么不满，尽管冲我来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这3卷是我替阿楚还你的。还？怎么还得起呢？林安生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陪了阿楚10年，比任何人都有资格跟他在一起，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他、侮辱他、践踏他。李楚楚，明明心愿离者，可你却欺我骗我，我很快就会让你尝一尝失去爱人的滋味。连生，对不起。姑娘，你真的要走吗？如今这样，我继续留下，只会连累哥哥，给将军府带来屈辱和麻烦。你如此费尽心机的接近我，究竟想在我这里得到什么？莫非你想当国公府的主母？林小公爷，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？区区一个公爵夫人，我李芊芊倒还真看不上。公爵夫人都看不上，难道你还想当皇子妃不成？若是有林小公爷的助力，有何不可呢？况且我在三殿下那儿站稳脚跟，也能助你一臂之力，不是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愿月光融化黑夜，再明亮。你竟然还想走？你骗了我能的让你感情，我心中你杀了个孩子，还想一声不吭的就走？李楚楚，你究竟把我李枕当成什么了？事已至此，你我既做不成兄妹，也做不成夫妻，分开对彼此都好。分开？你既狠心杀了我们的孩子，我这辈子都不能放你离开。你就在此待着，
日日夜夜为你的所作所为受罪。要孤注一掷的誓言，成你我不语。他姑娘，姑娘，外面的人喝了有迷药的酒，你快走吧。那你怎么办？不会有人知道是我做的。姑娘，快走。阿楚，此番外出归来，方知你受尽苦楚，甚是痛心。我为臣，愿为国死，为兄却早已为你魂牵梦萦。任你我既为兄妹，我这点心思便永远也见不得光。我既想你知我心，又恐你知晓后厌弃于我，常为此辗转反侧，夜夜难安。可是阿楚，无论如何你要相信，我对你的心是天地之间的长明灯，此生此世无知生死，愿与情同。若从未有情深。醒了。小公爷，你把我绑来这里干什么？李楚楚，你不是自诩聪明，玩弄人心于股掌之中吗？既然过去咱们能隔空合作，各取所需，我相信这一次，你依然能帮兄长一臂之力，皆大欢喜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说……好妹妹，你以为凭你的那点小伎俩，真的能对付我的母亲吗？要不是我在暗中配合，你那出戏早就快唱不下去了。我说不行就不行，只要我活着的一天，国公府上上下下一切的事情都由不得你做主。没想到这个孽障居然还活着，还成了将军府的二小姐。最好是找个没人的地方悄悄弄死。原来是你。没错，我早就知道你的身份。那你为什么一直不说呢？说？我为什么要说？我还需要用你来对付我那惯爱弄权的母亲呢。怎么不说话了？吓傻了？是不是被人玩弄的滋味很不好受啊？嗯？真是可笑！我本来还对你怀有一丝愧疚之心，现在看来根本就不需要。你本来就是一个疯子。好啊，你要杀我的话，那就动手。想死？没那么容易。我在将军府演那么大一出戏，可不是让你现在就死的呀，我的好妹妹。到底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马上就会知道了。这几日，三殿下那边可有什么新的动静？
没有，他估计以为咱们抓到了不少实锤，不敢再轻举妄动了。此人生性狡诈，不可掉以轻心。将军，你还是早些回去歇歇吧。我没事。将军，府上来信，二姑娘不见了。大爷，您找我？她去哪儿了？奴婢不知。我不怪你，你告诉我，她到底去了哪里？奴婢真的不知，奴婢不敢问，也不忍问。姑娘心里苦，留下更苦。奴婢知错，请大爷惩罚。将军，怎么样？有消息了吗？依照将军吩咐，已往各个方向都派了人，但还没有查到姑娘的下落。李楚楚，明明心愿离尘，可你却期望骗我，我很快就会让你尝一尝失去爱人的滋味。不对，现在回想起林安生所说的话，更像是有意激阿楚离开。难道说，你们继续四处搜寻，我去趟国公府亲自看看？李将军，请稍后，容小的去告知小公爷。滚！李将军，这么快就来了，正好，我就不用派人去通风报信了。阿楚，哥哥，不要管我，你快走，别管我。阿楚好歹是你林家血脉，为何要赶尽杀绝？李将军，如果你愿意乖乖配合我，把三殿下要的东西交出来，然后当场自尽，我保证不会伤害我妹妹一根毫毛。不要答应他，哥哥，不要，哥哥，不要答应他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嗯。哥哥，不要！月光融化黑夜。阿楚，阿楚，你怎么样？一些我没事，能让你我心中荒唐的梦，哥哥别担心，哥哥凋谢，那个孩子满城的执念堆不是我不想要的，滋长着幻觉，让我要的。我竟掌心的哥哥知道，知道了。哥哥现在你带你回家。阿楚，坚持一下，我去找大夫。阿楚，要祝月光去你身边，除了阴晴。我不信，一定有办法的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将军，这二姑娘怀孕时身子就不好，因此孩子也保不住。后来小产后身子还没有养好，这又受了这一箭，唉。将军，我有办法。多年前在南疆打仗时，属下曾得到一个秘方，按方煎药后，有人服下，当药融入血中，然后放血，让伤患服用。等着，属下亲眼所见。只是喝下去的人生不如死，受不住的情况下，常会求死。我喝，将军。你快去准备吧。是。殿下，
李小公也行动失败，不过李楚楚似乎受了重伤，生死未卜。这么说，这个李枕和林安生已经势不两立了。也好，这样我就又多了一条忠心的狗。殿下，您若想对付李枕，奴婢倒是有个好主意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将军，你去拿绳子，把我绑起来。将军，这你不说常有人因要向过莲而求死吗？随本将命令你，把我绑起来。阿楚，我一定会撑住，我们都会撑过去。是我小看你了，你有这般能耐，只做一个小小的暖床婢，倒是大材小用了。跟着我，日后定有你好前程。愿月光融化黑夜，再明亮一些，能让你我心中荒唐的梦不必凋谢。满城的陈年堆叠，滋长着幻觉。我竟掌心的痛与你相拥，不楚楚，离别。我要奔向荒芜的旷野，逃出人海投影的长夜，要逐月光去你身边。二姑娘，娘，我要穿过人间的风阿楚，拨开浓云就一寸明月，要孤注一掷的誓言，成你我不渝的约。痛与恨来得真切，纠缠成情节，直到同心凝眸，与你执手破开云天。阿楚，你终于醒了。不应该怀疑你是故意打掉孩子，更不应该说一些绝情的话。阿楚才应该道歉。阿楚不该一心只要报仇，没考虑过哥哥的立场。
我什么都不要了。就算你要离开，我也会忍痛放弃。只要你能好好活着。不，阿楚不会走的。阿楚一辈子都陪着哥哥。怎么过了这么长时间，还是没有消息？最近我一直派人盯着将军府，可那李枕寸步不离李楚楚，实在是没有机会下手。别挑战本王的耐心，你若是坏了本王的大事，我定将你五马分尸。去得快！阿楚，你不是最喜欢聚仙楼的醋鱼吗？我特意把厨子请了过来，走，带你尝尝。哎，哥哥，你这是要把我喂成猪吗？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你再这样下去，我就要胖了。现在看起来，的确好像胖了点。真的？逗你呢，以前确实太瘦了，现在看起来刚刚好。无论阿楚以后变成什么样子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最美的。将军，什么事？太子密信。将军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皇上病重，朝局不稳，太子殿下正在全力封锁消息，命我们在1个月之内行动，最好是抓他一个现行，一击致命。这三殿下现在跟个缩头乌龟似的，连面都不敢露，咱们怎么抓他呀？看来是时候给他添一把火。三殿下，李枕的副将风林带领大批麒麟军秘密离开了安平郡，形迹可疑。这么长时间了，宫里一点消息传不出来，莫非太子要有什么大动作？你拿着这个，调动兵马在城外驻扎，以防万一。是。哥哥是不是在想三殿下的事？果然什么都瞒不过阿楚，我只是有些担心。如今大战在即，我怕输了会连累阿楚。哥哥，你尽管放手去做，你我生同亲，死同穴。三姑娘，你吓死奴婢了。最近府里什么情况？如今二姑娘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大爷这几天倒是经常外出，应该有什么大事要忙。二姑娘，二姑娘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家姑娘吧！她快死了！三妹妹怎么了？你快起来说。
姑娘从庄子上回来以后，身子便一直不舒服。本以为跟了三殿下也算有个归宿，可谁想突然生了一场重病，如今被扔在客栈里，只剩一口气了。姨娘从来没有做过你什么，就刻在我养了你18年的份上，才给你妹妹一个机会。这样，我先去跟哥哥说一声，看能不能先把三妹妹接回来养病。啊！哎，二姑娘，要不您先跟奴婢去看看吧，不然您怕是见不到三姑娘最后一面了。也好，你先去外面等我，我换件衣服就来。是。三妹妹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成了这副样子？二姐姐，我恐怕是时日不多了。想想之前犯的那些错事，让咱们姐妹离心，我这心里真是愧疚。先别说这些，如今你的身子最要紧啊。妹妹不奢求姐姐的原谅，只求姐姐能喝我一杯认错茶。姐姐，去杀了李轸。是。哪来的这种药啊？有点意思。这可不是药，是蛊，名为相思蛊，还是我被他们送回庄子的时候，从一个江湖游医那里得到的。没想到，居然还派上用场了。大爷，二姑娘回来了。阿楚，天气寒凉，你身子还未痊愈，小心风寒。二主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杀了你。为什么？主人让我杀了你，我就杀了你。一击致命，干得不错呀！李轸啊，李轸，你未免也太自信了吧？就凭你，也想和本王斗？哼！恭喜殿下得偿所愿了，接下来也该让芊芊出口恶气了。
三妹妹，你要干什么？姐姐不用再费功夫了。你杀了李枕，一个杀人凶手，又能逃到哪儿去？李姐姐，你究竟是为什么这么好？我从小到大替你挨了多少的，他哥哥对你也不薄，你居然设计让我杀死了他哥哥，你这样子，你对得起姨娘的在天之灵吗？你还有脸跟我提姨娘？他是因为你才死的，是你把我变成了一个孤儿。不，姨娘在乎的人是你，连她临死前都在叮嘱我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照顾我？好啊，那姐姐就为了妹妹的青云路，再牺牲一次，好不好？我要杀了我，杀了你多没意思啊！我要折磨你。如果我用刀在你美丽的脸上来上几刀，再把你丢到大街上去，不是更有趣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像你这种下贱又狠毒的人，本王怎么敢把你留在身边？你万一要给本王下蛊，这可不是药，是蛊。还是楚楚姑娘这种，乖巧又柔弱的更可爱。姬青云，你就是个魔鬼！美人儿，别着急呀，一会儿就轮到你了。混账！竟然敢骗我！原来你们手上根本就没有本王的真凭实据。对付三殿下这种多疑又狡诈的人，不使点计谋，很难让你露出马脚。小姐，小姐，李芊芊究竟想搞什么鬼？大爷饶命，奴婢不知。别挑战我的耐心。三姑娘想给二姑娘下蛊，让她变成傀儡。太危险了，你不能去。不入虎穴，焉得无子？况且为了姨娘，我也愿意最后再给三妹妹一次机会。而且如果这背后之人真是三殿下的话，这也是让他亮出最后底牌的方法。你们竟然一直在戏弄本王！我确实没喝那杯茶，而且刚刚那匕首也只是扎到了哥哥的护心镜上，伤了一点皮肉而已。
怪不得李芊芊斗不过你，果然是好演技啊。不过，你们未免高兴的也太早了吧？真当本王就没有后手了吗？给我杀了他！慢着，就凭你这点人，也敢跟麒麟军对抗，简直以卵击石！想活命的，都放下武器投降！李晨，这是以下犯上，本王是绝对不会饶过你的。那就看看三殿下到底还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来人，带走！李晨，爹，儿子不负所托，终于为念，沉冤昭雪。阿楚，我准备亲自押送三殿下觐见，跟皇上把所有的事情都解释清楚。好，一切小心。阿楚的哥哥回来。姑娘今日这样精心打扮，莫非是因为大爷要回来了？闭嘴，别胡说。戳戳姑娘，圣上下旨恢复你林家嫡女的身份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林楚楚了。多谢林小姐。坠入一段传闻，惊扰了一场梦。本是一粒爱尘，沾染了赤诚。若浮生的幻阵，放入年轮，执念苏醒于第四一吻。草枯从未有痕，埋葬了一生。还未偿还的恨，又刻骨一寸。若从未有情深，叩响我心门，回眸时错过最初的人。可念君心纷纷入梦，无人童真。